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先记得帮我们的节目按赞了。那观众朋友希望跟我们互动，留言写下，可以写思敏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回复。那么同样的呢，在你写下留言的时候，按下留言键的时候，其实大家会看到这个热推键。如果有看到，帮我们按下热推键；如果没有看到也没关系，留言区也可以写下热推，帮助我们增加国际的能见度。今天的节目大主轴我们会放在伊朗的飞弹打出了谈判桌。今天特别来关心到川普这一句话，真的是耐人寻味。他说认了德黑兰是有权利拥有飞弹的，到底怎么回事？这时候以色列真的是气炸了，但是也没有用，因为确实现在伊朗方面掌控比较高的主导权，不管是荷姆兹海峡石油、金流，全部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今天就这些议题会深入的一起来做探讨。首先欢迎到场来宾，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一样哦，我们有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也会请我们的来宾一起来帮我们特别做回复。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句话，川普呢，其实这一次是在公开的场合，也就是在 G7 的时候，讲到美伊战事，竟然讲了一句话，震惊全场。他说，伊朗可以拥有飞弹。他说，从长期为什么这个川普的态度从长期的封锁到现在立场大转变呢？这当中是不是被现实给逼到让步了，导致他只好战略重置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其实呢，我们看到美伊战事到现在没有办法真的平静下来的重点原因，就是在纳坦雅胡了。范斯这时候受不了了，他跳出来痛批纳坦雅胡仍然持续的强硬的推进黎巴嫩。接下来，华府对以色列的耐心还有吗？甚至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方法来逼以色列收手？比如说切断对于以色列长期的军援，或者是卡以色列的武器来逼以色列收手呢？有没有可能这么做？最后会来关心到的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伊朗现在打出了各种的谈判的筹码，不管是荷姆兹海峡，不管是有关于石油问题啊，还有这种经费的重建，他也拿在手中。可以解读伊朗真的赢麻了吗？今天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来看到的是这一次美伊的协议签下去，真正炸锅的、最紧张的，现在恐怕就是以色列了。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川普在 G7 当中说的，来看到细节，他说呢，伊朗必须拥有一些飞弹。因为呢，其他国家也有啊，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它可以有飞弹，为什么伊朗不能有呢？他还说，飞弹不是问题啊，它是不会炸毁整个地球的。这一句话震惊了全场，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数十年来，甚至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为什么要打的一个核心的关键之一，也是因为伊朗的飞弹长期被美国跟以色列视为中东的最大危机。如今川普的态度大转变，大家就在看说，是不是因为打伊朗的代价实在太高了，高到川普无法忍受了。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美国承受的包括了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基地遭到袭击， F-35被击中，阿帕契还有 MQ-9死神无人机被打下来，连他的盟友这一些波湾国家也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包括了飞弹的攻击等等，所以川普真的是撑不下去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也最新喊话了，他说飞弹也是特别提到了飞弹哦，他说是拿来发射的，不是拿来谈判的，这话说的非常的强硬。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他也非常的焦虑了，尤其是美伊双方签的这个协议，以色列是没有角色在这当中有任何发言权的。我们来看到范斯最新也痛批了纳坦雅胡，他说呢，川普啊现在是全世界唯一一位同情以色列的伟大领导人。还说呢，以色列大约你们有2/3的防御武器都是我们美国制造，美国纳税人钱替你们买单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是不是呢？美国有可能收手对于以色列的武器的提供呢？是可以这样解读吗？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先来看到川普从限制对于伊朗的飞弹，到现在说，这个伊朗也可以拥有飞弹，这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的部分持续的推进在黎南地区的这个进攻哦，那么已经惹怒了范斯跟川普，美国会不会干脆放手呢？就让以色列自己去对付真主党，甚至让真主党去
打这个以色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张将军怎么看？因为伊朗这一次他的整个跟美国还有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这38天来看，这伊朗它有发挥的它3个特色。第一个，伊朗的战场经营是行之有年，经过40年的经济制裁跟武器禁运，伊朗它就做战场经营，它利用它的地形，将这些武器装备重要的地下化、山洞化，让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这方面的攻击战损相对的有限，这样子呢，伊朗的战力保存就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它会有后续的报复，就是这个伊朗所说的真实承诺，一批一批的打了100波次。发现那这不是被以色列跟美国炸的差不多了吗？甚至川普还讲说已经毁掉伊朗90%的战力，那结果没有90%啊。这一波一波的怎么算？那90%只是川普说的，那真正的情况，保持说伊朗的这个战场经营是行之有年，而且有相当的成效。第二个，伊朗他敢打，他敢报复。今天大家对不管是以色列或美国对伊朗打的，伊朗就去炸，他总共毁了美国在这个中东地区驻军的，不管是科威特、阿曼。还有这阿联酋、沙烏地阿拉伯，还包括了巴林，整个地区总共击毁了，对，击中了228个军事目标，所以他的报复能力是有的。那他敢打，他不怕，因为攻击是最佳的防御，不能一直防，你防那别人的基地都好啊，继续起飞，继续炸你，那你怎么办？一报复把它炸掉嘛，炸掉就是打仗就是要毁掉敌人的有生战力。所以他一定要实施报复，一定要实施攻击，以攻代守，这是伊朗做的。我们知道这个战略决策非常的明确。第三个，伊朗他不怕打，他继续打吧，你要不要继续玩？他继续啊，没有说这个38天打完了，美国如果要继续动，那继续动什么？你如果美国小动，那伊朗小报复。那如果美国大动，那伊朗也要大报复哦。伊朗都是这我们讲的对等报复，都是这样。换句话，他不怕继续打。他不会说这个38天打完了，他自己就有所禁止，所以有所限制。所以美国没有一击奏效，没有一鼓作气。美国过度乐观，让伊朗这方面有了底气了，没有让伊朗在战争意义上屈服，所以伊朗在后续的谈判就能跟美国分庭抗礼，而谈出这个对伊朗比较有利的 MOU 谅解备忘录。好，我们看到伊朗有各式的底气哦，所以现在呢可以跟美国来做这个谈判。那另外一方面，可是呢，美国想要停手，关键点也是以色列的部分要停手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以色列呢持续的对黎南来做推进。那刚刚讲了嘛，不管是川普或者是副总统范斯都非常的火大，要求以色列停手。但是呢，美国可以怎么让以色列停手呢？会停止对以色列的军援当作是一个卡关的一个手段吗？那另外一方面，纳坦雅胡真的也愿意停手吗？一方面他还要面临国内的这个官司、贪污的官司压力，那他有没有可能为了延续政治生命继续打下去？有没有可能？那厉将军怎么看？川普终于认清了纳坦雅胡是一个渣男，是一个骗子。这个原来这个。跟伊朗是在2月26号的时候，在瑞士日内瓦谈判的时候，其实以上的裁员都谈得差不多了，结果没想到2月28号，我们都知道那天川普突然被纳坦雅胡骗了进去打了这场仗。好，我们联手来把伊朗推翻掉。我们现在斩首作战，我有最新的情报，他们今天所有高层都集中在那边开会，我们一口脑把它炸掉以后，伊朗政权就推翻掉了。川普一听，有道理哦，这个这么好的一笔生意，那当然就加入一打。好，打了1个月以后，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月过程是怎么样？不是都美国在打吗？战损都是美国在付出的啊。以色列有什么战损？美国光战机包括到无人机，总共被毁掉了45架大概我算过，大概45架。那美国从这个韩国这边调动它的萨德系统、爱国者去协助伊朗防卫。总共打了200多枚，为了防卫以色列，美国打了200多枚的爱国者导弹。那以色列自己打了几枚呢？他大回头是打不到100枚，那是不是美国在保护以色列？都是美国在花钱。再来，我们讲美国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少？我们现在不管是川普自己面临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包括他们自己在波斯湾地区的基地都被打了。那攻击型的武器，他打了更多，花了多少钱？
光战斧型巡弋导弹一枚要300万美金，美军我算了一下，他大概打了900枚，之前说850，后来那天又补了49枚，将近900枚，一枚300万。美国花很多钱去打的这场仗，动用了两个核武战斗群。那试问一下，大家回头去看，伊朗有什么战损？伊朗好像没有什么战损的。伊朗现在急着就是想要把美国再拖入这场战争里面，让他不要脱身。那纳坦雅胡为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嘛？这场仗只有继续打下去，他在避免他的这种贪腐的官司在自己国内受损，他可以借着国内还在战争的这个理由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次川普很清楚看出来纳坦雅胡他的目的嘛。那你现在继续在那边，在黎巴嫩南边那边继续发动这场战争，来这个让我没有办法跟以色列来进行所谓的和平的和谈的协议哈。所以那当然川普会非常的生气。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很明显看得出来。川普就从这场战争里面，他也看清以色列的这种纳坦雅胡就是一个渣男，就是一个骗子，陪他去打这场仗，害他亏了这么多。好，那我们也来看到说，那美国没有办法停手，因为有以色列嘛。那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看到说，那美伊现在双方要签这个 MOU， 到底对谁比较有利？因为也有外媒直接说这个伊朗是赢麻了，真的可以这样子形容吗？我们稍微来看到一下，这一次呢，这个协议签下去之后，可能有许多的条件是对伊朗相当有利的，尤其是在经济这一方面来看到的石油的部分，接下来一旦恢复在战前的这个出口量的话的水准的话，伊朗年收入可能就会突破600亿美元，这是来自于最新的估算，换算新台币1.9兆元。另外呢，超过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伊朗的海外资产会被解冻。再来就是美国这边上次我们提到了承诺说3000亿美元要帮助伊朗做这个重建的计划，伊朗也可以拿到。再来就是荷姆兹海峡在前60天免收费，但是从这60天之后就会转为制度化的收费制度。现在呢，不只是外界批评川普，我们看到许多的共和党员也非常的不满川普，认为他是巨大的外交政策失误。当然了，川普是不会承认的。他回应说：“我不想成为胡佛，让战争拖垮经济。”等于说，他现在也承认了，美国现在内部面临非常严重的，不管是石油啊、股市啊、通膨、经济的各式问题。汉庭怎么看？这个哪有那么容易去拿捏川普呢？你看川普在其他的 G7 国家有给任何人好脸色吗？没有嘛，终归还是实力原则。那全球都看懂，就是美国输了。今年呢，在我们农历年来说叫丙午年，所以美国签的就是丙午条约。甚至呢，这是美国签的一份悔过书。你看，这川普过去多嚣张狂妄，把我的世界当中没有国际法啊，除了我的意愿、我的拳头之外，没人可以约束我。但是现在 MOU 的第一段文字，美国自此承诺不再对彼此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也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胁，连威胁都不可以。所以美国已经退让到不能再退了，而且也正式宣告，自从1979年之后啊，美国大概每一个总统都有打伊朗跟灭伊朗的梦，现在也正式告吹了。所以美国呢，不仅说不要去摧毁伊朗的导弹，川普还说可以拥有飞弹，也要同意解冻伊朗的所有的资产，还要再送上3000亿美元重建。不管川普怎么解释啊，这个不是赔款啊，那这也不是美国的钱啊，是别的国家要出钱啊，那把它包装成投资啦、重建啦，刻意淡化赔款。但是根据 MOU 的内容和资金的用途，事实就是你美国为了要结束这场战争，补偿伊朗的损失，不得不逼迫你的盟友，然后来投资3000亿美元。你就是以重建之名来行赔款之实嘛。所以美国花了750亿美元对抗伊朗，然后又花3000亿美元重建伊朗，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要开放荷姆兹海峡。那在战争之前，它本来就是开放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讲回那句话，就美国帝国主义啊，就不讲理，凡是能不讲理的地方一定不讲理，如果能讲一点理，一定是被逼得不得已了。让我感慨，老美的衰退速度真的堪比光速，能够打仗打到让老美赔款，这在我小时候幻想中觉得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没想到2026年就实现了，而且还是伊朗让它实现的。那当然未来呢，你说这什么3000亿啊，会不会完整的兑现啊，或是能不能兑现一部分，这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白纸黑字写在条约当中的，还签字了，这个钱最后来多少都不重要，因为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面子跟里子都输光了。要知道，神是不能流血的，神全能的神，世界的灯塔，然后呢，这个了不起的美国霸权，现在呢，竟然已经在正式对伊朗吞下苦果跟惨败。一旦美帝走下神坛，就是美失其路，天下共逐之。好，谢谢汉庭。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中美对抗，中国大陆的东风26对上美军的暗鹰飞弹，这个叫做关岛杀器的这个暗鹰飞弹，等一下来做一个比对哦。中美决战在第2岛链吗？另外，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近期封锁对于日本的稀土，一剑封喉哦，川普救得了日本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欢迎观众朋友一起在留言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美国救得了日本，那么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救不了，留言写2。好，我们今天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川普才刚跟伊朗签署完 MOU， 下一步现在大家在关心下一个战火会不会转向太平洋呢？因为呢，来自于美国的媒体《华盛顿邮报》的最新爆料，太平洋的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希望呢，美国的国会赶快批准新一笔的预算案，这笔预算的金额非常高哦，高达了1220亿美元的一个金额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预算呢，部署会是全新的武器跟作战的一个能力。计划的事情就是在第2岛链的枢纽，也就是关岛这边，他希望部署2个飞弹系统。第一个飞弹系统是提丰的飞弹系统，第2个飞弹系统是暗鹰极音速的飞弹系统，希望把关岛这边呢打造成一个飞弹的堡垒，可以直接打击的是中国大陆的本土。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2款的飞弹系统，赶快来看到他们各自的小档案。第一个系统就是提丰的飞弹系统了，可以发射战斧飞弹，最大的射程现在落在2500公里，可以打击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第2个飞弹系统，也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暗鹰了，它叫做这个关岛杀器。关岛杀器呢，它的功能包括15到20分钟之内可以打击1000里之外的目标。现在说最大射程高达了3500公里哦，而且呢，飞行速度最高是可以超过5马赫的，射程直接覆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多个城市、多个地区。那么再来，中国大陆也不是吃素的，也准备好了相关的飞弹要来应对美国。五角大厦现在得到的情报显示呢，大陆光是这个东风31呀，已经有100枚了，而且是直接对准美国本土的，直接构成威胁。当中来看到2款，第一个就是东风26了，最大射程5000公里，而且是核常兼备的，可以直接攻击美国的关岛基地，已经直接到第2岛链了。再来就是东风31飞弹了，最新改良版本，最大射程已经高达了超过13000公里，可以全面的覆盖住整个美国本土，同样是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美军现在把关岛这边打造成一个飞弹的堡垒，足够对中国大陆造成威慑力吗？尤其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东风系列也都出来了，将军怎么看？首先我们要看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的一个战略哈。原来所谓的印太战略，也就是这个川普在第1任8年前所提出来的印太战略，但是在前2天他将它改为只有恢复到原名，只有太平洋战略。很明显的，美国是在做战略的收缩哈。那这如果再搭配美军这个川普扬言要从欧洲、北约这边哈也要撤军。看得出来哈，美国实力已经不足以再担任世界警察的角色，他必须要做战略收缩哈。我这边又要再讲一句这个《孙子兵法》讲的话，孙子兵法》讲了一句叫做“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也就是说，你采取守势的话，你当然才有充余裕的兵力去从事守势的任务。如果说你一昧想要去进攻来讲的话，你的兵力很显然的是不足。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是在全世界
做战略收缩的这种方式哦。那在太平洋这边也是一样，它收缩到哪里呢？我觉得很遗憾的哦，它不是收缩，它已经收缩退到第二岛链，它不只是第一岛链。我们在搭配上前一阵子这个高市早苗，日本高市早苗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且高市早苗一再的放话哈，要卖武器，包括给菲律宾。等于说是他替美国担负起第一岛链防卫任务。那很明显的，美国自己就退到第二岛链去了嘛。第二岛链是哪里？是关岛。那现在帕帕罗哈，我觉得他要了这个钱1220亿，这个其实是一个天价哈。这个为什么他会要到这么多钱呢？可见得他受到的军事威胁是很大，所以才要这么大一笔的预算经费。我跟各位报告哈，明年度2026年。跟着今年2026年的话，美国整个国防预算经费是8926亿。那你想想看，它有可能用光一个太平洋司令部就用到1220亿吗？那美国还有没有其他的，包括军人的心想要发，包括欧洲战区，包括其他的武器要发展？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你就从这个他要到这么一个天价的数字，要在太平洋这个司令部要这个做关岛的各项的防卫设施，就可以感受到哈，帕帕罗在关岛这个地方，他感受到的军事威胁会有多大哈？那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东风26，东风26有一个外号叫关岛快递，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你知道吗？美国现在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他就任的时候，他就讲过一句话：在第一岛链一打仗啊，那不得了，那这个解放军的超高音速导弹就会将我们航母击沉了。所以他们现在希望在第二岛链这边建立所谓不成的航空母舰，以这种概念退到第二岛链，第一岛链交给日本来防卫哈。那在第二岛链这个花那么多钱去买很多公路的武器，它总共公路武器要用到多少钱呢？我跟各位讲哈。他用飞弹就是要打到中国内陆的飞弹，要花647亿，这是多大一个天价？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180亿是瘫痪这个解放军的直管通讯系统，还有150万做太空这个监侦的这种预算，最后还有32亿是做海空的无人机。那我刚刚讲的，它这个新的飞弹叫什么？叫暗鹰哈。它原来有的这种提风系统用的是战斧型巡弋导弹。我们都知道，战斧巡弋导弹在这个伊朗战争的时候，它总共打掉了900多枚，每一枚造价就300万。那时候我们就讲美国好大的手笔。花了好多钱，你知道暗鹰一枚多少钱？是很不错，它的速度可以到达5马赫，射程可以到达3000公里，确实是可以打到中国内陆地区不错。可是它一枚造价要到1500万美金，是这个战斧型巡弋导弹的5倍的价格。是，那我算了一下，如果说以这个伊朗战争，这个美国对伊朗总共发射了900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那还不能让伊朗屈服，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要这个用这个暗鹰导弹对中国大陆攻击的话，你要用到多少枚？伊朗你用了900枚，那你最少要用到1000枚以上嘛，因为中国防空武力啊，或者是幅员，或者是基地面积更多，你用到1000枚就要150亿美金呢，那你640亿美金是不是全部都要做暗鹰导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在这方面对中国已经突破了第一岛链，它要坚守第二岛链的关岛哈，是非常的急迫。那这个也将这个地方列为一个重点，也很明显看出来，它已经退缩到以第二岛链为主的一个守势作战。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美国在战略上面的撤退哦，从第一岛链撤退到第二岛链。那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呢？这个把印太司令部改成太平洋司令部，代表的意义又是什么？另外也有一个说法是说，这样子做可以更专心的对抗中国大陆。那张将军又怎么解读呢？我认为这是聚焦，就是聚焦到中国大陆。我们看这个太平洋司令部，美国总共有11个司令部，但是地区性的就7个。那太平洋司令部完毕了，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非洲司令部、欧洲司令部，还有太空司令部。你看通加起来，总共加起来有7个。那太平洋是不是太大了？它总共包括涵盖的这个面积啊，包含水域啊，总共占了地球的52%，那占了一半啊。那其他的5个呢？其他6个，因为有个是另外一个是太空司令部，那你这其他5个呢？你这样子的话，其他我再占48%，所以太大，它幅员太大了。我认为就不适宜。我们可以从3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历史性，太平洋司令部是从20大战完毕之后，1947年1月1号成立的，
所以它有它的历史性呢。那在2018年到2026年，我们叫印太司令部8年，那现在要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要改回来了。你就是我认为它有历史性，因为每一个这个军队的番号，它都有它的历史传承，什么什么部队，什么什么部队，什么什么司令部。你把它改了，变成一个印太司令部，那我以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呢？没啦，有啊，那就是把它印度拉进来了。那这个方面，在历史性的这种传承，好像就没有一贯性。那把它，我认为历史性，美国也非常重视历史，因为毕竟美国建国才250年，所以他非常重视，因为历史很短呐，是这样。第二个，我认为就是刚刚讲的地域性了，这个包含了2.72亿万，2亿7200万平方公里，大不大？大，包含了36个国家，人口最多，中国大陆人口多不多？还包括印度，它印度缺一半哦。你们不要有太平洋司令部是不包括印度啊？印太司令部以前是拉到那个非洲东岸的，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是把印度洋切了一半拉过来，所以为什么占了50%是这个意思。那现在回到印度洋切一半拉过来，因为印度洋过去那一半很复杂，中东地区啊、阿拉伯海，还有波斯湾啊、安曼海，还有红海那个地方很复杂的，那个你太平洋司令部不要去管那些，所以他这样切回来，是这样。我说有它的历史性，有地域性，另外不要忘了规模，它规模是占美军最大的，它占了20%的兵力，37万5千人呢，在光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就37万5千人，很大的这是美国最大的规模的兵力在这个地方。那聚焦对的是谁？当然是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军力接近，所以你看亚太战平洋也好，重返亚太也好，现在改为太平洋这个司令部也好，就是针对的中国大陆嘛，这很清楚。但是美国不讲，但是大家都知道。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撤回来，撤到第2岛链去这边。那刚刚卢将军也帮我们特别看到的是说，那日本现在要自己担任起了守护第1岛链的一个重要责任了。所以确实呢，是不是日本也被迫直接被推向抗中的第一线呢？现在日本也赶快来加强它的武装。那我们来看到日本的最近的几个动作，包括呢，日本的防卫省近日呢，在这几天在小笠原群岛的南寮岛上面正式启动了飞弹的防卫部署，并且公开展示。我们来看到这2款，第一个25式极音速滑翔弹，第二个25式地对舰飞弹，射程都是落在大约是1000公里左右，主攻的就是海上封锁跟远距离的打击。而且呢，日本最新的这2026防卫白皮书已经很清楚的讲了，把中国大陆视为最大的挑战。日本的背后有没有美国的力挺？当然还是有。但是呢，最近日本的网友很不满，就是因为川普讲了这一句话。他说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我的头号粉丝。好，日本网友就说，怎么可以说头号粉丝呢？我们不是你的盟友才对吗？那另外呢，美军最新呢也在这个日本这边进驻了他的提丰中程飞弹，射程1600公里，可以打到大陆东部的沿海，包括了北京、上海，被视为是川普在日本这边再次施加的压力，对于日本施加压力给中国大陆。那以川普的个性，日本真的可以算是美国的盟友吗？那川普会为了日本跟中国大陆撕破脸吗？接下来日本的角色，汉庭怎么看？川普称高市早苗是他的粉丝，没有说是盟友。那在日本人听起来，到底日本的地位是被捧高了，还是被矮化跟降低了呢？这翻译在外交辞令就你不是我的伙伴，你只是我的跟班。好，你一切的安全收益保证都是我给你的恩惠，这不是你应得的权利。我们之间的地位没有对等，没有尊严，只有什么？我对你是上对下的关系，因为你只是我的粉丝而已啊。如果连以色列这样对美国来说是血盟一般的存在，寄生在美国之上，这个政经圈的以色列，美国现在都可以说甩就甩，那更何况是日本，或者是台湾呢？那别忘了，现在呢是把印太司令改成了太平洋司令。大国政治没有文字游戏嘛？为什么？也包含上先前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的对话当中，通篇演讲就完全没有印度洋这几个字都没有，就通通都讲太平洋。为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美国的军力已经没有办法投射到印度洋这里。那印太的概念最早其实还算是安倍提出来的，是安倍呢希望能够用印太把印度洋跟太平洋绑在一起，而且呢还要结合到了整个南海的势力。所以日本当时很聪明，透过在南海搞事，把南海当成枢纽，然后把印度洋跟太平洋绑在一起。那川普1.0上来的时候就买单啦，就把印太挂在嘴边。那可是后来啊，
当近年以来的几场战争，包含像是印巴空战，发现你印度也不靠谱啊，你怎么巴基斯坦都打不过呢？再加上今年的美伊冲突，发现美国自己的实力也不如人，所以他最后只能够战略收缩。那这对于日本来说，安倍当初所提出来的Quad战略四边形就破功了嘛。那日本没有变得更安全，日本反而呢是被推到了所谓抗中的最前线。日本现在当然也懂啊，所以这些军事上面的部署，东京在用一种我可以来帮美国爸爸挡住第一波，那来换取美国要能够继续支持。但是日本也没有人敢问，甚至没人敢回答，那万一挡不住呢？那万一美国它的这个保护本身是个骗局跟说谎呢？所以《经济学人》发表长文讲得很清楚，就在日本里面没有所谓的 B 计划，但一面倒靠向美国。有人在问，那这样好吗？万一美国欺骗我们怎么办呢？万一美国不靠谱怎么办呢？他们的结论是还是没有 B 计划，因为我们要把 A 计划做到最完美，好吗？对吧？就是相信渣男，然后呢继续这个被渣男所利用，那结局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好，谢谢汉庭。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到的是中美的科技战在启动的同时，大陆方面启动的是它的曼哈顿计划正式的启动。好，怎么做呢？有非常多的手段，包括了延揽前艾斯摩尔的前工程师来推进，针对于艾斯摩尔它的 EUV 的逆向工程之外，中国大陆也自己自建了，包括它自己的光刻机，有用自己的技术，包括了有奈米的压印技术，还有 DUV 制程一起并进，直猜的是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垄断体系真的可以做到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一样，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看。第一个话题，中国大陆推进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的曼哈顿计划。这个曼哈顿逆向做什么呢？就是逆向的拆解 EUV。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艾斯摩尔还可以掌握完全的霸权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大陆也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可以完全绕开 EUV 的技术吗？真的可以做到吗？它的技术包括了奈米压印，还有 DUV 的多重图案化跟涛定律这一些方法。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当美国封锁住艾斯摩尔，但是中国自己做自己的替代方案的话，未来的晶片供应链会不会走向中美两套自己走自己的两个模式、两套标准、两个阵营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今天要来特别看到的是这个艾斯摩尔如今被推到了中美科技战的最前线，因为呢，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向艾斯摩尔的高层表达了高度的关切，说你的 EUV 极紫外光机可能已经流入中国大陆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违反我们美国的出口禁令的。而且呢，多名的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还指控说呢，艾斯摩尔其实没有非常的配合美国的限制，还涉及到了出口，包括了 EUV 的这些相关的零组件自己偷偷的卖给中国，说呢这个是在一个灰色地带的交易。当然呢，现在目前呢，针对各种的指控，艾斯摩尔已经否认到底了。他甚至还说呢，不可能卖给大陆的原因是呢 ，EUV 的设备大家知道有多大吗？就如同是一台黄色的一个校车这么大台。另外呢，我们全球的产量非常的小，而且呢，如果卖给他们的话，还要不停的进行原厂的长期维修，所以呢，艾斯摩尔说我们是不可能有卖 EUV 设备给中国大陆的。好，那另外一方面，华府紧张的事情，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事件之外，还有他看到中国大陆现在正在不断的进行的他的曼哈顿计划，就是中国版的半导体界的曼哈顿计划。好，这个计划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爆料，他说大陆延揽了这一些艾斯摩尔的前工程师到中国大陆，并且呢已经选定了在深圳这个地方来重建他艾斯摩尔的 EUV 的原型机。用的就是逆向工程，那么计划是由中国大陆的政府主导的。
华为来担任关键角色，并且延揽了1000名工程师一起来参与这个逆向工程的计划。汉庭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启动的这个半导体界的曼哈顿计划，真的能破解艾斯摩尔的垄断吗？鲁特尼克又再度的向艾斯摩尔公司关切，那这都展现出了美国的深层焦虑。那艾斯摩尔也讲了，就是我们所生产的每一台，然后呢，他们都有掌握，完全没有卖给一台给中国大陆。那但是呢，美方的匿名官员啊，继续指控，我觉得你就是偷偷卖给大陆啊。那美方的怀疑有没有证据？说没有证据。好，那大陆为什么这叫曼哈顿计划？因为在做光刻机它不是纯粹的商业竞争，它已经是国家生存等级的工程动员，就像当年美国请全国之力来集中了顶尖的物理学家、工程师啊资金，搞出原子弹一样。所以今天谁掌握了 EUV 的供应链，谁就握着下一代 AI 算力啊、超算啊、隐形战机、雷达晶片、高超音速导弹这一切的入场券。所以自然国家都一定要请全国之力。那现在的大陆突破呢，不是在于仅仅抄一个机器或者是盖好一个机器，而是要养一整套的供应链。EUV 不是单纯一个装置而已而是一条整个的供应链。因为它的不可取代不是因为它有哪一个秘方，是因为它整合了美德法日荷，然后一大堆的国家的其中的工艺所以才能够完成。所以中国大陆当前的路径，它是必须要把每一个项目都慢慢的去给它打分数，每一个项目都慢慢的完成，每一张考卷都要做完。那如果我们问美国靠出口管制守得住吗？有分几层。第一个，如果只是说现在的 EUV 不卖到中国大陆，这个已经守住了，因为荷兰政府受到压力嘛，它甚至呢连 DUV 都不再卖了，所以这个已经守住。但是如果美国要说要守住，让中国大陆永远造不出 EUV， 这个大概率守不住，只是时间问题嘛。因为封锁呢固然是可以拖慢大陆的研发，但封锁本身也是最好的催化剂。所以从2019年到今天，美国的管制清单越拉越长，DUV 呢也放在里面了。但中国大陆从来不是说，哎呀，那完了，那我们就双手一摊，啥也不干，而是啥，就举国之力一起来努力，一起来研发有基金啊，可能研究所啦，然后无数人的协作，就是干嘛？希望要能够从中突破。那再来第三个，其实真正的战场已经转移了嘛。因为不仅是说在硬体的制造，而是在于整个的晶片设计的逻辑跟工程上面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包含从摩尔定律是不是已经走到了物理上的极限，所以才会有涛定律，或者为什么像 DeepSeek 它一开始它是透过算力的演算，然后能够取到迭代，甚至呢是价格的减半，这就是中国大陆在目前物力有所极限的状态之下，如何改变它的思路，甚至是结构的整层。让它在还没达到物理极限，没有这个机器，但也能够做到相同的效果。好，一方面是美国很害怕这个艾斯摩尔的技术啊，还有它的设备流入中国大陆，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也说了，我们也不需要一定要这个艾斯摩尔的这个设备来做逆向工程，他们认为说现在也可以靠自己的技术，靠自己完全走不同的一条路来做这个光刻机。所以呢，来自于这个南华早报最新也披露了说，大陆现在计划的是中国半导体产业一起推动所谓建立的中国版的艾斯摩尔，他们公开喊出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好，有了这样的一个架构之后，我们就看到各个厂商开始做各自的一个发展。首先，华为刚刚汉庭帮我们讲到的，不走这个摩尔定律了，现在走涛定律。那么靠的是逻辑折叠技术。他说，2031年可以呢设计出1.4奈米同等效能的高阶晶片，有助于华为接下来推出它的9030可以做大幅的升级麒麟9030。再来另外一个设备，另外一个技术是另外一家厂商的奈米压印光刻机的一个技术已经投入产线了，它可以不投射光线，直接靠压印，不使用 DUV。最重点来了，就是它的单片成本竟然只有传统这种 DUV 的1/10而已，这个也是美国比较担心的事情。再来就是深圳的新凯来了，新凯来也讲了一段时间了，他们说他们的 DUV 的曝光技术可以结合自对准4重图案化，可以推进5奈米制程。厉将军怎么看目前中国的各种规划？我觉得美国商务部长这个突然会对艾斯摩尔提出关切甚至于
他们怀疑是不是艾斯摩尔有将这个机器这个，当然艾斯摩尔的说法是说我没有整台卖给中国，可是你会不会把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些关键零件然后推销给中国？那为什么美国会有这种担忧、有这种顾虑，会做这种关切的？我觉得跟最近华为推出来的新款的手机 Mate 80。Apollo Max 有关它用的就是零件，它用的晶片就是9030的这种麒麟9030的这种处理器那它的效能已经，它原来的效能是用 N+2，也就是7奈米的效能，我们都知道了嘛 ，Mate 60已经是7奈米的，那它现在更进一阶，用到 N+3的这种处理器它到底是几奈米？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正确答案，不知而知。可是我相信这一定是比7奈米的晶片更为精进。那因为中国自己华为有了这个7奈米以下更先进的晶片已经做出来的话，那当然会引起美国这个商务部长的担忧那现在我们要知道。那你用艾斯摩尔用这个原来的这一套的思维逻辑来卡中国的晶片的发展，但是中国一定要想办法超车嘛？我觉得它是齐头并进，好多的步骤同时在做。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的曼哈顿计划，我去延揽一些艾斯摩尔退休的工程师回来以后，然后另一项工程把原来我已经有的这个 EUV 把它拆解开来，一步一步一动一动的来研究，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就是我们讲的用奈米压印。其实奈米压印不是新的技术，你知道，它是在1995年的时候，这个有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在日本的时候，他已经研发出来，而且日本的这种佳能Canon 它已经有这个技术了，所以它不是新的技术，它只是绕过光刻机的方式，它不是用光刻机，它用压印。我们知道光刻机我用照相，当然可以照出这晶片的图案，那我用印的一样也是可以嘛。但是印的当然有它的缺点，第一个就是说你会不会那么精准的每一个印都印到你的定位上面？毕竟来讲，晶片都是以奈米级这个极小的差距，如果说有一点误差的话，可能良率就会差很多。第二个，你下面那个模板可能按过几次以后，它会不会就模糊掉了不准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为什么日本 Canon 做出来以后，后来没有继续推广？因为你要换新的技术，可能你会有很多的风险，你必须要承担那种风险。那我已经有这种EUV 照相的技术，我是不是要另外去建立一套的这种压印的技术？但现在来讲，中国你不让它有 EUV， 它就必须要在这方面去精进这个压印的技术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突围的一种方法。第二种突围的方法这个应该说第三个突围方法就是 DUV， 我用多重曝光的方式，就是我照一张相，比如说我要照一张美女我照了第一张以后，我把它再放大，再照第二张，再把它放大，再照第三张。那当然跟解析度有关。最后我可以看出来美女耳环上面戴的项链是什么品牌的上面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我讲的就是晶片可以做的比较小。那当然这方面可能你的就会牵涉到你的良率因为就像是我们照相的问题一样，如果说这个你不断的放大，如果你解析度不够的话，你可能良率就不会有这么好。可是这也是突破的方式，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方面来讲的话，它会寻求不同的这种管道，从压印技术到 DUV 多重曝光到曼哈顿计划等等来讲甚至于它从理论上面改进它的超定律的理论从这个摩尔定律改成超定律，说种种方面，它都想办法来突破，也就是这些才会造成美国商务部长他的担忧。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祭出了非常多的各种的技术来突破跟这个艾斯摩尔走完全不一样的路。那另外一方面，当然现在大家最在意的，也在看的就是它的良率能不能跟上，这也是它目前在努力的方向。那所以接下来，请问这个张将军怎么看？美中未来会走自己完全的各自的一条路吗？您怎么看？我认为先会各自走各自的路，先分流再整合，一定是将来的两套系统，就跟我们讲的 GPS 定位跟北斗定位。你要选哪一个？对不对？那到时候你也可以讲，我要两个都要一起的互相校正两个一起抓在一起，这个也可以，这个就是整合啦。是。那现在原则上是先分流，因为中国大陆具有3个优势。第一个，它的产品呢具有价格优势，我们就听到什么白菜价，就价格优势嘛。因为供需决定价格，价格也决定供需。你价格越便宜你卖的越多，
因为你贵就物以稀为贵嘛，那你就卖的就少了嘛，就是这样。那换掉中国大陆具有价格优势，所以我们讲的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就便宜了。为了中国的这个我们讲的新能源车啊，就是那个电动车啊，为什么这席卷？便宜啊，你就同样价格，我那边内装比你好哦，那就价格大家就喜欢就偏好了嘛，因为消费者是有这方面的选择上的自由嘛。那大疆无人机为什么市占率占全世界占70%？那就便宜啊，你要不要？你美国同样一个规格的，就是大疆无人机的3倍价格，你要不要？你要买美国的，那可以买大疆的那个3架，你要不要？那大家就会了，就是有2/3可以省下来，你干嘛不省？消费者一定站在一个经济的角度来购买这些物件嘛。第二个，中国大陆有市场优势，中国大陆14亿人市场，现在非洲也有14亿多人，那28亿人了。东南亚有将近7亿人口，哇，加起来30多亿啦。印度这14亿哈，要用美规还是要用中规？到现在为止，你说用美规，我说不见得哦。印度我好像在做战略调整哦。那换句话，印度是15亿人口，14亿多了，我们就是4舍5入就15亿人口，那就加起来不是这市场就出来了？人口市场啊，你知道市场越大啊，单位的成本就越低，因为你做的多嘛。我们叫做报酬规模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市场优势，我认为就是人口优势，将来会慢慢凸显，因为大家都慢慢都会有消费能力。你看以前的时候是贵族阶层，现在不要了，普罗阶层也可以买啊，是不是这样？第3个优势，我认为是这个普遍的优势。我们知道这个匈塞这个铁路啊，350公里，匈牙利到这个塞尔维亚，这么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铁道工程啊，那你现在亚万高铁，印尼的这个雅加达到万隆是印尼的第4大城，这时速那个高铁的时速350公里，也是中国大陆为什么做轨道工程嘛？所以中国大陆这样子的话，将来会我们讲的普遍优势就会出来。所以3大优势，我认为会分流，以后再整合再说了。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在军事面，我们来特别关心的是美军的6代机，难道是超中国大陆吗？今天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 F-47哦，它压抑呢，现在说呢，它要学中国大陆做压抑吗？打脸了西方原本说不该做压抑的这个说法。另外，今天也会关心到的是，包括了歼36、歼50神速的在迭代，美国方面被甩开10年了，还在画 PPT， 怎么回事？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好，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呢，大约在10年前啊，歼20首次公开的时候，西方媒体就在笑这个中国大陆的歼20，他说呢，你有这个压抑啊，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好，这边等一下张将军会特别来帮我们解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错误的一个设计呢？理由很简单，他说呢，有这压抑等于是你会破坏了你的逆中功能，增加了雷达反射的面积，所以他说呢，你中国大陆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5代机的设计。结果没想到我们来看到最新 F-47出来了，是第6代的战机曝光了，竟然说接下来会使用压抑的设计，等于是倒过来要学中国大陆吗？是怎么回事呢？未来中美6代机设计谁更加符合下一代的空战趋势？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压抑啊，当初美国的坐飞机的工程师有讲的说压抑是累赘，你甚至说压抑是垃圾。那我认为不是，因为按照这个气动力学啊，你这个我们平常是后面的有水平尾，但是后面水平尾啊会受到前面机翼的干扰，你这个气流是从机翼下来到后面的水平尾，所以但是你把它放在前面，你就不能压抑。那这个压抑呢，它这个按照这个例句来看的话，它会比较灵活，它是为了灵活，所以有个压抑，有个小翅膀，它就比较灵活。那现在美国这 F-47设计啊，也听说要有压抑了。那有压抑，我认为对逆中的这一方面呢，我认为可以，它有涂料，它这个压抑也不大，跟主翼面积来，主翼面积才大，它的反射你涂料才要多啊，但压抑不大，但是它问题可以让它飞机的灵敏度哦更灵活。因为我们飞机要看到2个中心，第一个是飞机的重心，任何东西都有重心，抓重心刚好中间就把它通拎起来。另外一个是空气动力中心，不一样，这2个会形成一个力矩力臂，就造成飞机的俯仰还有滚转，
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空气动力中心跟飞机的重心越近越灵敏，但是在有时候也不能太近，太近的话造成飞机有时候会失控，太灵敏了，没办法。太远笨重，飞机好笨重哦，那你太远了，会造成所以为什么叫4两拨千斤？因为就是这个力矩跟力臂的问题。那个美国，我认为它慢慢会向中国大陆挑战第一个双发动机。你看歼20、歼16这个包含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枭龙战机，除了歼10是单发动机之外，其他都是双发动机啊。为什么？安全。所以美国可能在 F-17双发动机，为什么？美国 F-16单发动机，出事情。美国 F-35单发动机，你也常常怎么常常出事情呢？单发动机啊，你一个发动机有问题，那飞机就没有升力了，没有推力了嘛，是这样。第二个，中国大陆可能在发动机上面呢，已经逼近到美国的角度，因为比如说它现在的要换涡闪15，从涡闪10换到涡闪15，推力出来了，已经到了3万磅。那换句话说，已经逼近美国的这方面的标准，这是冶金技术。因为在这个发动机大概1500公斤到1700公斤，但是它产生的3万磅将近是15公吨，3万磅就是大概是就15000公斤啊，你大概2磅算1公斤嘛，就是15。所以它的这个本效比，就是我这个推重比，推力跟它的重量比，将来已经到达9多了，就是9倍。是我的推力是我发动机的9倍，所以中国大陆已经逼近了美国的水准，最先进的。所以他为什么我说他为什么要从涡闪10换到涡闪15，就是换推力更大，将来载油还有载弹量更多，航程更远，是因为这个样。所以发动机的这方面的技术，中国大陆如果美国再不超前，美国再不保持领先，我看在这过几年，中国大陆可能在发动机的技术可能会超越美国。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战机不断的精进自己在这各方面的技术。那另外一方面，可是呢，美国媒体报道说，最新说中美2个国家的6代战机，他们差距达到10年，这个说法成立吗？等一下，请厉将军也来帮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到目前就6代机的发展，中国大陆的歼36来对上 F-47，到底现在各自的发展速度如何？先来看中国大陆的歼36，好，在2024年它有2款，2025年它有第3款出现了，然后很快的2026年呢，它的歼36的原型机就已经开始曝光它的编队了，然后开始做测试，这个高频率的测试。再来看到美国方面 F-47呢，它预计最快2028年首飞，然后呢，发动机可能要延后到2030年初，这是我们得到的这个最新的一些数字那波音公司也秀出的影片，被美国网友笑说，这比较像是生成动画，不像是一个战机军事网站，这个是美国的军事网站《军事观察》杂志断言，解放军预计2030年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6代战机的军队，但是美军会落后10年，到2040年才可能完成。这个说法，厉将军如何看？确实是如此哈，这不是说这个随便乱讲的，而是要有依据才能说出为什么解放军在2030年的时候，它6代机就可以成军。那我们要先看这个以解放军上一代的不是这个之前的歼20，它整个成军的速度，从一架飞机从研发到最后成军，歼20是在2011年的时候首飞。那时候首飞那它首飞之后，它要经过几次的试飞、修改啊、造型啊、试飞。那等到每种造型我都这个修改过以后，造型我都每一个都来飞。那时候用了多少时间呢？用了2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试飞所有原型机多形式的原型机在试飞，试飞完以后6年之后成军这是歼20。那我们现在来比照这个解放军现在不管是歼36或者是歼50。那现在我们讲歼36好了，它在2024年12月26号第一架原型机公开试飞，到现在为止14个月，它已经是第4架原型机试飞。这个它有做第1架出来跟第2架有做部分的修改，一直到第4架都有做很多的修改。譬如说，
它中间修改哪些？比如说进气道哈，我修改我的进气道，让它隐身性更好。然后第二个喷嘴来讲的话，改成2元向量的喷嘴，让它可以有更高的动力。如果说打完仗以后可以更快，可以脱离战场速度。第三个，我们知道它轮子有做排列嘛，原来是2排并排的，改成前后并排的轮子排列。那最后它襟翼现在新款的第4代出来的话，我们看到它的襟翼风系比较大，也就是它的机动性会比较好。当然，或许隐身性会稍微差一点，因为所有飞机制造本来就是在各种的要求之中取得一个妥协啊。你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襟翼来讲，可以当操控性、机动性会比较好，但是对于隐身性就会比较差，因为你在前面那么大一片，对不对？这个雷达反射面积就很大。那如果说这个歼36，它总共只用了14个月，已经第4代出来了，尤其是最新这个。歼50来讲的话，我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歼50在试飞的影像，它在做什么动作呢？它在做放油的动作。我想是张将军就知道，新的飞机你测试一定是一定要做放油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我飞到天上去，万一我需要迫降或干嘛，我要将我肚子里面的油放掉，我才能够继续再飞嘛。所以它连这个动作歼50已经在做了。那昨天我看到歼36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影像是什么？它带着歼20还有2架攻击21一起在飞。所以它已经不是单架飞机在飞了，它已经是整个机队，整个第6代的机队，包括无人机，包括有人机，包括到5代机一起在做试飞。所以大家依据这个速度来估计来讲的话，它在2030年成军的可能性是很大。但是反观美国到现在 F-47只看到他嘴巴在那边讲，可是事实上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架原型机在试飞。如果按照这种速度，真的是要成军的话，我觉得2040年真的是都还打上一个问号。好，这个是美国媒体给的数据2030年最快中国大陆的6代机可以成军。那我们刚刚也看到嘛，1年之内中国大陆可以推出多款的它的这个6代战机，其实跟这背后的工业能力也有关系。不管是掌握这当中的供应链啊，或者是发动机啊、材料、量产能力，其实都有关系的。那同时间，美国还是不断的在等它的发动机这时间上面就可以看出效率的不一样了。汉庭怎么看？不觉得很感动吗？不过也就是在80年前、70年前，我们对日抗战的时候，外国人的飞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说炸就炸，炸完就跑。现在外国的飞机还敢过来吗？过不来了。美国的6代机项目官方名称呢，是这个 NGAD NGAD。那原本的剧本呢是2024年要签约，2030年初代要服役，单价撑死要在2亿以内。那结果现实啪啪打脸，1个字。贵，而且不是贵一点，好贵，一架可能要3亿美元啊！而且呢，整个项目算下来会成为一个吞金巨兽。那同时你又还有别的项目也花钱，所以在2024年8月，空军部长直接说：“哎，我们暂停啊，再重新研究，因为呢我们造不起啊，而且也不知道造出来能不能打赢啊，所以先等等。”那有趣的呢是其他的是说，美国它军火商的制度就注定让它快不起来。因为它有一个成本加成本，是一个合法拖延赚钱的制度。因为它用的是如果我按时交货，那我的利润是固定的。那如果我交货拖5年，我可以多报这5年的人力、场地、管理费用，我还可以动不动就找国会哭穷，说我通货膨胀啊，要补贴啊，总利润反而可以更高。所以 F-35就是铁证啊，本来呢是2010年就要全面服役，硬生生拖到了2020年啊，还没有去整理完毕啊，哇，还在生产呢，而且总成本从当初的一架2000亿涨到了1.7兆，那落马呢从头赚到尾，所以 NGAD 也完美继承了这个基因。那我如果快速研发、准时交货，我就赔钱了，我没钱赚了，那我就跟你拖，越拖越久，干嘛呢？我每年都可以额外的成本都来跟政府报，反正政府全部都会给。而且这一次美国的6代战机啊，给波音而不是给洛马，也不是靠着技术，美国的这个国家期刊就直接说，完全是因为政治跟产业的因素，觉得如果继续给洛马公司的话，担心它一家独大。